这是我们湘西最偏僻的一处苗寨，整个苗寨住着40多户人家，这边的老百姓几乎常年都见不到外人，因为这里实在太偏僻了，一般没什么事，不会有人走到这个寨子上来。这边距离市区将近有50公里，距离镇上也有20多公里。整个寨子呢建在一个四面环山的这个峡谷的底部，从无人机的镜头看过去好像一个锅底一样的，但是这边的海拔也挺高的，将近有700多米。其实寨子从这边走过去不远处就是著名的矮寨大桥了。这个村子呢叫做桐木寨，以前这里不通公路，老百姓出行更不方便。早上到镇里面去买一块肉，走到家里，这块肉呢都已经有味道了，已经臭了，说明这边的路途太不方便了。现在整个寨子修通了公路，每年呢出行更方便一些。寨子里面呢现在有为数不多的2辆车，平时呢老百姓就坐村里面的车出行去买一些生活物资。在门口的位置他们也会种上一些稻田，看这些都是种的禾苗，里面呢还养的有些鱼苗，每年秋天收割稻谷的时候，到稻田里面再抓上一些稻花鱼。家家户户呢都会养猪、养鸡、养鸭。寨子里面有条小溪，穿过所有的房子，顺着上方流下来，常年水都不干。这边的水资源还是挺丰富的，老百姓喝的也都是山泉水。看这边的房屋也是非常的简陋，大部分的房子它的外墙都是这样的小竹子编织的，上面呢涂抹的是牛粪加上这个泥巴，敷了一层，防止呢通风。到冬天还是比较冷，敷上一层牛粪呢，对于这个竹子的保护更好一些。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院，这边的院坝都是一层一层的用这个山上的石板铺成的，看这边整个铺了3层，还挺平整的。一般这样的院坝呢，到秋天收割玉米、稻谷，在这上面呢晒稻谷、晒玉米的。其实我们老家和这样的寨子还是有所区别的，我们那边可能土地更宽，然后房屋宅基地更宽一些，所以每家每户房子距离的还是比较远。但是这边的房子我看了一下，大部分呢都是高低落差错落有致，挺有层次感。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的，所有的院子几乎都非常的窄，都是用这样的石块垒砌的这些院墙。看这户人家也是如此，院子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，都是这样的石板然后铺成的地面。而且我发现这边的房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吞口屋，意思呢就是大门口凹进去将近2米左右，这是苗族的一个建筑特点。太喜欢这个寨子了，有点不想离开了。估计水流量大些，这个地方会形成瀑布，挺美的。我发现寨子里面空着的房子很多大部分都没人居住了。哇，这个地方实在太美了，朋友们，一层一层的叠起来。最上面还有一户人家呢，他们家应该是整个寨子最高的一栋建筑了。哇，这个地方太美了，全部都是石块垒砌的这个院墙太有意境了。大山里面水资源真的太丰富了，我们都说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这个水呢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。这边的闲置房好多我看了一下，这些房子都是没人住的。待会儿我们去问一下，看这边的房子要想租下来1年大概需要多少钱。
我每天走村川巷，像这么原始的苗寨，已经是很少见了。但是这边老百姓出行确实不方便啊。看这户人家想要出来，要绕几道弯呢，从那边绕上一圈，再从这边走下来。他们家的这座院墙好高啊，4、5米高呢，全部都是石块垒砌的。刚刚我们进村看到的那条小溪，它的源头水就是从这边流下去的，有好几处泉源，顺着这边最高处一直流下去。这边的泉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，试一下。清甜，特别的凉爽。我还发现这口井里面有很多这种小虾米呢。村里面的老人告诉我，这口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，也是一座古井啊。这口井的上方就住着一户人家。这户人家建这座房子太不容易了，连个黄土地基都没有特别平整的，而且整个院吧很窄很窄，然后整个这个外面呢也没有打围墙，哇，出门的话要小心啊，一不小心要是摔下去。这个位置好高啊！没有啊，我在这里看摆风景啊，拍个视频啊。你把我围墙，我没看好高。好高，嗯。好。哎呀，一身的汗。好热哦。好热，感谢。感谢什么？感谢。我们这花园街上。花园哦。啊。花园我们是一个县的。一个县的哦。我们这里也是花园。这里不属于直属吗？不是花园边面上，花园县的边面上。我白料镇、白料乡。白料乡，我搞坡地道。哦。这个门口为什么不修个围墙啊？安全的嘛。没得钱了。没得钱啊。哦，要钱买那个还那个钢筋啊。要买钢筋，要倒那个发病柱栏杆。啊，那钱没得钱，要。你今年多大了，老人家我75。75岁了。牙齿的打落了。牙齿这没有了，吃饭也不好吃了。吃饭也不好吃。那些写爱的出去打工了。打工到浙江去了。只剩你在屋。你几十岁了？我41岁了。41哦。你们这边房子我看好多的是空的啊，没得人住啊。打工去了，好像现在有个老板，他那没有人做，他就租了。他得租了。他租他搞他要现在还没有人来。租好多钱一年？那我不晓得。不晓得，像你们这边一般2000来块钱一年能租到房子吗？那我不晓得。哦。你要租什么？要坐到去这里做玩耍嘛，看风景也好嘛。哦，那你要租哪个你要问哪个，那我都不晓得。哦，是。哪要你的钱啦？我没得钱的。没有，老人家好淳朴，因为他们很少见到外人。我说我拍一个视频到你们家房子里面转一转，他说要不要我给你钱啊？我说怎么要给我钱呢？因为他们在这边生活常年是见不到外人的，对于外来的人都会感觉很好奇，都会问我们究竟过来干嘛的。再给我小碗吃。小碗吃？为什么要小碗吃？那个你交换好多了。你为什么要小呢？没晓他买这个是小他吃了，我也不会搞。老人家每天的依托可能就是拿着一个手机，然后和儿女
诉说一些家庭琐事。那个他让我帮他把这个为什么信息信息清空一下，他说内存已经满了。都是过年的时候小孩给他买的手机，然后平时他一个人在家里居住，然后就靠每天发着微信和儿女沟通聊天，保持一个通话的状态。看得出老人生活也过得挺好的，反正我觉得，但是呢也说不出的那种感觉。可能上了一定的年纪，最希望的可能就是儿女都陪在身边吧。来，喝了，麻烦你个。喝不惯嘞。那我们走进他们家的房子去看一下。从大门进去就是堂屋了，整个堂屋将近宽约30个平方左右。这是纯实木结构的一栋房子，所有的墙面呢都是木板，然后家具也是非常的简单。那边有一台冰箱，这边有沙发，这里连在堂屋的位置也是一个厅，当然也可以算作一个房间，因为这边有个床。这个床呢现在都盖起来了，因为防止一些灰尘嘛掉在床上，小孩子过年回来又收拾一下，都可以直接住人的。这背后呢也是一个房间。其实房子呢是比较简陋的，大概也就是3开间的形式，一家人呢生活起居都在这样的一座木房子里面。然后我们再走过来看一下，这边啊也是他们家的一个房间，当然这里也是一个火塘。之前就给大家分享过，我们苗族的火塘呢，过去就是神龛，一般逢年过节都会在这根柱头上面祭拜。这里呢就是平时烧柴火、炒菜、煮饭的一个地方。到冬至以后杀了年猪，这边呢就熏腊肉，底下烧柴火取暖。房子开门见山，门前的视野还是非常开阔的，因为他们家的这栋房子是整个地势最高的，可以看到整个寨子的几乎全貌了吧。清一色的木屋，盖的呢都是青瓦。刚刚我和这位阿梅罗蒂师傅老大娘也了解到，他说整个寨子里面空的房子非常多，大部分呢都外出务工，有的人呢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回来了，在外地呢也买了商品房，有的呢新建了房子，所以这样的木房子好多人都不会回来居住了。我说大概1-2千的价格能不能租下一栋在这边居住？听他的话语当中，应该感觉得出是可以的。毕竟农村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能租出去，有人在这边居住维护都是最好的。那朋友们啊，视频的最后，石头就想问问你们，你们喜欢这样的苗寨，喜欢这样的环境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